遇到诗人楚天。玉央并没有把克里斯蒂的小说带回宿舍，带进教室，这样的小说还是在图书馆里阅读比较好，这样才显得正规，带有研究和思考的气氛。玉央格外的刻苦，一边读产生了一些心得，一边记。除了心得之外，玉央在图书馆里还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收获，他见到了楚天，还认识了楚天了。楚天811班的一个男生，师范学校里最著名的诗人，并不帅，偏瘦，可以说貌不惊人。和一般的男同学比较起来，也就是头发稍稍的长一些罢了，却非常的乱，仿佛一大堆的草鸡毛。楚天的面相看上去有点苦，带上了苦行的味道，这就很不简单了。楚天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，一身的傲气，一身的傲骨，傲得很。听人说，一般的同学想接近楚天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楚天的原名叫高洪海，是一个乡下人，但是人家现在已经不再是高洪海了，而是楚天。这一来，整个人都变了，那个瘦瘦高高的男生多了几分的虚幻，有几分的不着边际，扩大而又缥缈，气质上就已经胜出了一筹，很接近老师们所强调的意境了。楚天在骨子里极度的自卑，关键是神经质，拘谨得很。但是这些东西在楚天的身上反而是闪闪发光的，弥漫着冷漠的光，傲岸的光，卓尔不群的光，目中无人的光，自然也就是高人一筹的光。玉央从来都不敢正眼看，心里头却非常的崇敬。尤其是读了橱窗里的他的那首诗，他居然指手画脚的，点名道姓的对着129说你，这是怎样的无忌，怎样的狂傲，怎样的为所欲为，还很急迫，都刻不容缓了，仿佛是招之即来。你听听，左手一指，你129是火炬；右手一指，你129是号角。除了楚天，还有谁能把你字用得这样豪迈，这样脱口而出，而又这样出神入化？而什么才叫你是嘹亮，你是燃烧啊？太神奇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楚天的诗歌里头没有一个标点，这就更加不同寻常了。听说有一个老教师在这个问题上特地询问过楚天，楚天没有说话，歪着嘴角冷笑了一声。老教师的脸红得差一点炸开来。监考的时候一直想抓楚天一个作弊，给他一个警告处分。可是楚天的学习哪里还需要作弊？除了体育，门门好。楚天几乎是师范学校的风景了，永远是独来独往，谁也不搭理。他的眼睛里从来就没有任何人，即使见到钱主任，楚天也昂着头走他的路。玉央亲眼见过的。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著名的楚天，桀骜不驯的楚天，居然开口和玉央说话了，主动的和玉央说话了，说出来都没有人敢信。那是中午，玉央站在期刊的架子面前，一手捧着诗刊，一手挖着鼻孔。楚天其实就站在他的身边，看着玉央了，神情还相当专注。玉央一抬头，手里的诗刊已经掉在了地上。楚天弯下腰去，替玉央把刊物捡起来，递到玉央的手上。楚天的表情十分的亲切，一点都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意味，笑着说：“喜欢诗？”玉央不敢相信楚天是在和自己说话，回头看了两眼，没人。玉央连忙点了点头，楚天又笑了笑，他的牙有些偏黄，也不齐。可是这一刻已经光芒四射了。玉央想捋头发，来不及了。
楚天已经飘然而去了，直到楚天的背影完全消失在大门的外面，玉央才意识到自己的脸上已经烧得不成样子，而心脏更是添乱，不讲理的跳。关他什么事呢？玉央站在原地回味刚才的细节，喜欢诗，一遍又一遍。回到了座位上，玉央的神还在外头飞，他拿起了圆珠笔，一点都不知道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什么。喜欢诗，是的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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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欢，喜欢诗，是的，是的，我喜欢。玉央望着自己的笔记本，我的天，这不就是诗吗？这不是诗又是什么？他伤心地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诗人了。因为意外的惊喜，他玉央都已经是一个诗人了。玉央面无表情，呆在座位上，但内心荡漾的全是风。玉央在心里说：你楚天是火炬，你楚天是号角，你是嘹亮，你是燃烧。玉央回过神来，把自己结结实实的吓了一大跳，一动不动，但风在枝头，已近乎狂野。